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。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《机动战士 SD 高达赛克沙拉曼达的威胁》。这款游戏的名字真的是长，能够一次性念下来确实也不容易。昨天呢，给大家录制了1到第4关，今天呢是第5关和第6关的内容。第5关和第6关的长度加在一起，足够和前4关的长度匹敌了。第5关其实分成3个区域，但是它这3个区域呢是一镜到底的，因为前面的第4关在区域切换的时候它会黑屏，但是到了第5关就直接就切了。我的浮游炮满了，武器呢使用的现在是火箭炮，我坐到了地雷上，然后马上要吃到了一个哈喽机器人，所以把这个血量补满了。这个武器呢我不能捡，这是普通的光束枪，伤害一般。火箭炮这个武器在最后2关我是比较喜欢用的，但是呢游戏其实还有一种武器，因为那种武器呢我不太爱捡，因为它只在清小兵的时候你感觉有用，打 BOSS 的时候呢输出其实不如火箭炮，尤其是火箭炮近身的时候。而且火箭炮呢有一个优点，就是它击中敌人爆炸之后呢，它有箭射的伤害。这种箭射伤害不仅可以打到敌人，而且呢可以清地雷，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。尤其是在本关，地上的地雷非常的多。但是火箭炮呢也有一个缺点，就是同屏它只存在1发。玩的时候呢，基本上就要不见兔子不撒鹰了。打 BOSS 的时候也要近身，才能体现出它的威力。包括打本关的 BOSS， 你如果使用那种超级的武器的话，甚至还没有它近身的输出强。好，捡到了最强的盾。这个盾的耐久呢要比默认的强一些。盾一共是4种。本关应该还有一个小 boss 要打2个，已经是倒数第2关了，就在这儿。这个 boss 呢，最好就是用火箭炮来打。我硬接了他的攻击，但是第一发竟然打到我了，我还以为这个盾牌可以挡住呢。如果你不快点清掉它的话，就刚才的飞行变形之后绕着你飞这招非常的耽误时间。好，咱们捡到了这个超级武器。超级武器的优点是射速非常的快，另外呢它有穿透效果，这一串可以打3、4个敌人，在关卡的流程当中是非常好用的武器。但是打 BOSS 的时候就不行了，因为它能穿过 BOSS， 但是穿过的时候呢你同屏也只是1发武器， BOSS 呢就算吃了1发伤害。所以说我建议啊，后边能换的时候呢，咱们还是换成火箭炮来打，这样打 BOSS 会简单一点，但是打最后一关流程的时候会稍稍难一些。这流程再难它也没多难啊，也没有 BOSS 难吧。你看对面的机体啊，已经相当的夸张了，我竟然还用着元祖高达，能不能给我换个牛高达呀？我现在算是一半吧，毕竟我带着3个浮游炮呢，是吧？我记得小的时候玩 FC 平台的第2次机器人大战，那里都换了高达了，后期都换了机体了。那这款游戏竟然从头打到尾。其实你就换张贴图呗，你可以呢把下面的血条给我加长一点。好，捡到了火箭炮。这样这个火箭炮呢我就要持续到最终关通关了。场地那些蓝色的网不能碰啊，碰到就会抓到你，不让你动。我想动都不行，而且他也不动。
这都不动就没法玩了，对吧？现在呢，就是第5关的第2个部分。你看，他就是把这个卫星给打爆了，打出个口子，然后从里面出来了。好，一会儿呢还要进去。进去之后就是本关的首关的 BOSS 了。咱们首先要降落。这个背景啊有3层，有一个前景，后面的背景是2层。但是后面的背景不大科学，因为这个卫星已经被打漏了，所以说这些云彩啊都会被抽出去的。这个 BOSS 呢规律性很强，它的这个子弹啊，首先是，哦，这就已经变形了，那我的输出是真强啊！这个手扔的子弹我没有躲过去，把我的盾打碎了一半。它正常的话呢，它刚才那个子弹啊是下上下上上下下，然后3个上3个下3个上，就是循环往复的。但是咱们的输出太高了，没让它继续用出来。我最好能抽个盾。我去，又是一个浮游炮啊！这个游戏我一共抽了5次，好像抽了4回浮游炮，简直了！你最大如果是6个我也就忍了，它最大就3个，抽多了没有用了。这里呢是最后一关，我可以负责任的说，最后一关的难度并不高，但是呢，它的难点主要在于哪儿呢？2点，第一点是它的流程非常长，最后一关的流程大概在12分钟左右。如果你打得慢的话，可能还要超过这个数，到达13到15分钟。这么长的流程当中，玩家很难长时间的集中注意力，一旦你犯错了，你就会掉血。那有的小伙伴会想，我掉血了，我减血量呗 ，Hello 机器人减呗。很遗憾，本关这么长的流程没有回血，也就是说我现在这个状态需要保持到最终 BOSS， 而且本关呢有2个 BOSS， 难点就在这儿，少犯错，不要连续的犯错，否则你的血量会掉得非常的快。最终 BOSS 呢还有几个阶段，其中最后那个阶段是最难的。如果前面的血量保持不好呢，你就要祈祷你血皮的威力了。不要立这个东西啊！我为什么要说血皮的威力？没准呢，这前面的流程我真的把血浪没了，然后呢丝血去打 BOSS。不要立这种东西啊，很容易出事的。这是最后一关的第1部分。哎，这一关的话，它会有一个黑屏。就是它主要分成2个部分嘛，本关都是黑屏了，可能是这个关卡流程也是太长了。上一关流程大概是6分钟左右，本关呢是上一关的2倍啊。哎，看这个后面这个背景，我想起了我玩过的一个激战游戏，不知道大家玩没玩过，是 PS2 平台的第3次激战阿尔法。我记着副标题应该叫《中烟的银河》，跟后面的背景很配啊。哦，这关的屏幕的卷轴啊，上下也非常的宽，看起来有2个卷轴那么宽啊。虽然整体的游戏流程呢是一个强制卷轴的关卡，但是呢，玩家打 BOSS 的时候的效率决定了你通关的时长。我刚刚被那个拦网抓住了。这款游戏整体通关我大概用了38分钟左右，我感觉我打的就很快了，很多 BOSS 我觉得打得很顺利。好，这关小 BOSS 战 ，BOSS 呢就几种攻击方式啊，他扔出来的这些小炮一定要先清，非常讨厌啊，因为它的规律性不是特别强。其他的呢，头部的子弹。嘴部的这个激光规律性都比较强，他眼睛亮了呢，就是要吐激光了。好的，这是要进入本关的下半阶段了，决战部分。
我现在呢盾有一半血是满的，不知道见到最终 BOSS 的时候是一个什么状态。那在这里呢，给大家剧透一下吧，还会给3个补给，但是没有血，有一个应该是光束枪，另外呢给个浮游炮，这个浮游炮啊真是吃不了的吃，还有呢是给个盾，相对来讲这个盾是最有用的。屏幕的左上角呢，这2个高达的头像，那就是我的生命树了啊。其实我还可以挂2次的，有一定的容错率，但是一旦你挂了，这3个浮游炮就没了。所以说你最好还是要保持，不要挂。这里有台阶的部分，这个台阶很讨厌啊，有的时候敌人从上面下来了，你看不到。竟然中过了，反而上来一堆渣古。但是渣古看起来很灵活呀，拎着斧子就是跳啊。近身的话，我就掏出光剑了，剑客斧啊，所以他们对我威胁并不是很大。不过这款游戏还有一个难点。就是咱们操作的时候呢，感觉有一定的惯性。这个角色尤其是移动的时候，移动起来你感觉没办法马上停下。OK， 补给了，哎，补给上来还给了我一枪，我这个盾本来就剩一半了，这回更碎了。结果给了个没用的，给了个浮游炮。这关还有一个难点，就是有一片雷的区域，空中漂浮的雷，感觉挺难。我可能在那里呢会有一定的消耗。最终 BOSS 说是难度比较高，但是呢，知道打法的话，有套路的话，打他几乎可以无伤。啊，我的盾碎了，已经碎了。在这个节点碎还是可以的，因为后面还会捡到一个。这里的台阶非常讨厌，如果咱们拿着超级武器来的话，会简单一些，因为那个武器呢穿透性比较好，在这样的场地容易一些。但是拿着那个武器打最终 BOSS 呢，效率稍微低一点。我建议新手玩家的话，还是使用那个超级武器来打。但实际上本关没有那个补给了。你如果上一关使用的火箭炮快速的秒掉了上一关的 BOSS 的话，本关如果你想使用超级武器呢，你就只能摸奖。摸到的话有，摸不到就没有。因为本关只会给你补充一个普通的光束枪。好，这个盾我补充完了。那现在呢，咱们手里的就是全部的资源了。血量呢现在不满，被碰到了。前面空雷的区域应该还会有消耗，这样这个盾我最好能拿住啊。刚说盾要拿住，结果就撞了敌人一下。敌人的移动速度太快了。是不是还有一次爬坡啊？反正在基地里边的流程是比较长的，5、6分钟呢。我估计还要有个2分钟左右吧，才能见到 BOSS。这里的这些小怪也要清。其实它的关卡呢，可以完全不设置这么长，设置这么长呢，就是让玩家产生疲劳，你的注意力无法集中，这样就非常容易犯错了。其实我觉得这关的流程呢，应该补一个血。你是最后一关啊，没有补血的道具还了得。
啊，我的盾挨了一下，然后呢，我的血量又掉了一点。这个就是在磨我呀，一点一点的，一旦犯错，这个血量就往下掉。哇，这一下我躲过去了。啊，这里给了个光束枪，不能要啊！哎，为了躲这个光束枪啊，盾又被撞了2下，讨厌之极啊！他在那还站着一个位置。好，这里马上要躲那些雷了。躲完雷呢，就是最终 BOSS 战了。最终 BOSS 战后面还会有一个 BOSS， 那个 BOSS 就简单多了，几乎是送的。啊，屁股坐到了雷，这血量又掉了，我的盾呢？啊，盾碎了。好，又做了雷一下，就剩这一点血了。这点血呢 ，BOSS 打我是秒我的。哎呦，前边真是啊！我为什么说血皮的威力啊？我这里把自己绕进来了。哎呀，打吧！这是1形态，1形态呢2种攻击方式啊，现在是散弹，然后呢光束枪，另外呢它后面还会分头行动。血量掉到一定程度吧。好，分头行动，咱们绕下方啊，这里可以绕过来。它的碰撞体积呢小于它的贴图。如果咱们打碎了它一个组件的话，它就开始分开了，进行第2形态。第2形态也不难。好，把它的浮游炮清掉啊。第2形态呢，它的腿也炸了。那开始第3形态。第3形态呢，2种攻击方式。过来贴你，一种呢是刚刚那个，第2种比较讨厌。这种攻击方式大家一定要注意啊！吸引它的时候呢，把它吸引到屏幕的一侧，最好是啊，不要让它在屏幕中间。在屏幕中间的话，这个咱们就很被动了。它这2种攻击方式交替着来，好，挂了。挂了之后，上面还有一小段是雷区啊，但是这个雷呢就非常好躲了，对，就这么几个，然后就完事儿了。完事儿之后呢，咱们会进入一个算是剧情的交代也好，还是隐藏 BOSS 战也好。这里呢算是最终 BOSS 吧，刚刚打的算是最终 BOSS。那这里呢？这里咱们发现啊，自己的头就是最终的敌人。剧情有一点像人间兵器啊。那他呢非常简单，就跳劈。你说这能劈着谁啊？把他干掉呢，就算通关。好的，看一下后面的剧情吧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机动战士 SD 高达赛克沙拉曼达的威胁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